今天來到北鎌倉，這裡特點就是有眾多的寺廟。通常大家來到鎌倉會直奔那條有名的小丁通去排隊買冰淇淋，或者去看灌籃高手的聖地但在北鎌倉這一站下車的人多半是為了尋找一種叫做禪意的虛無。今天我們要去2個地方，圓覺寺和建長寺。但在踏進那座山門之前請大家先在腦裡抹掉那層歲月靜好的濾鏡。我們要回到公元1282年前後，那是日本在精神層面最接近崩溃的一段時間。已經进到圓覺寺境內了，门票是500日元。那一进入境內先看到的就是这扇山门。那禅家說它是空门跨過去便萬事皆空。但在公元1282年這座圓覺寺動工的那一刻，它被賦予了一個更肅殺的職責——壓制因果。在當時的信仰結構裡它被理解為是一座可以容納、收編、化解外來怨靈的裝置。這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官方職能而是一種被廣泛接受的宗教和政治解釋框架。那當時的日本剛剛經歷了建國以來最慘烈的噩夢——元寇入侵。那是席捲歐亞大陸的鐵騎第一次跨海東征。公元1274年和1281年也就是文勇之役与弘安之役那时候的博多灣海面被数千艘蒙元戰艦遮蔽，对馬島和伊崎島的百姓幾乎被屠戮殆盡。雖然最終2次大規模入侵都被所謂的神風吹散，那數萬異國士族葬身海底，但對於當時的職權北條氏宗來說，劫後餘生並非慶典，而是恐懼的開始。在那個崇尚咒術與因果的時代死亡並不意味着結束。大量的異國士族在絕望中溺斃，他們的怨念被認為会化作巨大的外來怨靈在武士們的夢裡那些被海浪冲上岸的蒙古断肢，那些被箭矢射穿的甲胄，都帶着足以咒杀大和国运的凶器。當時的鎌倉上至將軍下至族卿都陷入了一種集體性的戰後邪祟恐懼。所以北條氏宗決定在北鎌倉這道咽喉要道修築這座圓覺寺。它不只是為了接待信眾，它是為了收納那些在博多灣海底哀嚎、無主且無法投胎的異國孤魂。它是一座巨大的因果牢籠，要在這些冤魂化作厲鬼反噬日本之前用佛法將他們徹底鎖死在山谷裡。那這次我並不會把所有建築物都介紹，因為並不是每個建築物它都有故事可講，我只把重要的講一講。然後像没有什麼故事、不是很重要的建築物那就用鏡頭簡單帶過。過了山門之後馬上就可以看到第2個重要的建築物，也就是佛殿。那大家看這大殿的屋檐有沒有覺得它比一般的日本寺廟要浮誇的很多看這密密麻麻像扇子一樣散開的木頭支撐，這在建築上叫做扇形垂木，是純正的禪宗樣。在當時的武士眼裡這些不是裝飾，而是來自大宋的高級法度。你要知道在公元1279年南宋在崖山海戰後就徹底滅亡了，那是华夏文明的一次大斷裂，无數頂尖的建築師、高僧和知識分子淪為難民。而北條氏宗在這個時候進行了一場極其冷酷的文明抄底。他為什麼要捨棄日本本土的古老寺廟風格，非要用這些異邦的規矩呢？因為他請來的不僅是高僧，更是一套成熟的心理防禦系統。他請來的這位南宋高僧吴學祖元曾在大宋親歷過蒙古鐵騎的屠殺。那根據後世禪宗的記載當時蒙古兵架着刀在他脖子上時他神色不動，念了一句乾坤无地捉孤窮，意思是這天地虽大，我卻無處安放這根禪杖。這種視死如歸的定力正是那些患有戰後恐懼症的鎌倉武士最渴望的藥方。那北条氏宗要用这種大宋最正統、最玄妙的佛理去馴服那些在海上野蠻橫死的孤魂，
去超度那些只知殺戮的蠻族之靈。這在當時武家政權的認知裡是來自於正統文明核心的法度。這些複雜的木結構接縫就像是一道道鎖扣，將這山谷裡的血腥味一圈一圈的洗滌乾淨，最終化作這一座座冰冷而莊嚴的法堂。接下來要講的就是國寶舍利殿，但它這個舍利殿應該是不对外開放的，那就只能在外邊簡單講一講了。那下邊我就用它這個圖代替了，因為沒法進去看嘛。那大家看它這個屋檐像不像一雙即將腾飛而起的翅膀那種極致的輕盈感和周圍沉重的山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傳說呢，這裡面供奉着從中國傳來的佛祖牙齒，也就是佛牙舍利。但在执政北条氏宗眼裡這顆牙齒不只是圣物，它是一個神聖的授信終端。在那場殘酷的元寇戰爭後镰倉急需證明自己，我不僅是一個只會砍頭的暴發戶，我還是天命所歸的正統傳人。當時的大海另一頭南宋已經亡了，在镰倉武家的世界觀裡中原已經不再被視為佛法正統的唯一中心。於是北条氏宗通過这座舍利殿完成了一次跨海的正统劫持他要把这座失落的最高级的文明火种强行移植到镰倉的泥土裡。這就產生了一個極度冷酷的局面那些在博多灣死去的蒙古人、高麗人，那在镰倉的邏輯裡呢，那他們變成了毀壞佛法的蠻夷，而殺掉他們的日本武士則通過這座舍利殿搖身一變成了保護佛法的金剛。所以呢，所謂的慈悲從來不是強者的道歉，而是勝者對敗者的終極赦免。我贏了你，我還掌握了比你更高尚的法度。我坐在這座精緻的舍利殿前，不僅在肉體上消滅了你，還要在因果上居高臨下的原諒你。這就是這座國寶建築背後最令人戰栗的文明優越感。接下來就要去看整個圓覺寺最重要的東西，它可能沒有佛牙舍利那麼珍貴，但它很重要，是整個關東最大的青銅鐘，叫做紅鐘。那這個紅鐘其實是有個祭典的，60年一次，上一次舉行應該是2年前還是3年前理論上來說，人一輩子只能最多看一次，幸好我看了所以說這輩子我也看不了第2次了。那要想看到这個重達30噸的國寶紅鐘就必須要登上這最後陡峭的台階。那現在已經看到紅鐘了，它是公元1301年鑄造的，是全關東最大最古老的青銅巨型。大家看這鐘身上累累痕跡，它在這山頂吹了700多年的風了。官方的導覽詞會告訴你，北條氏宗在此立下了願親平等的宏願意思是無論是保家衛國的日本武士還是跨海入侵的蒙古氏族死後都在佛法面前一律平等，共同供養。這聽起來是一個慈悲到了極點的童話，對吧？但在邏輯的深水區呢，這口鐘其實是一件因果的重型武器你要知道對於當時的幸存者來說最可怕的不是敵人的鋼刀，而是死者的報復。那無數蒙古冤魂沉在博多灣的海底，在古人的認知裡這些冤靈如果不被收編，就會變成永世不散的詛咒。所以呢，這口鐘發出的每一聲震動其實都是一種法性的強制執行。那在當事人的理解中當30噸的青銅被敲響，那沉悶的低頻噪音會傳遍整個鎌倉的山谷。那不是在撫慰亡靈，而是在對那些異國的冤魂進行精神格式化。當然這是一種制度層面的隱喻那鐘聲在不斷地告訴他們你們之所以戰敗是因為你們逆天而行。我之所以超度你們是因為我掌握了宇宙的真理。這是一種極其高明的心理煉金術。通過這種合計北條氏宗把殺戮洗白成了超度。那武士們每敲響一次鐘他們心裡的罪惡感就會被稀釋一分。
那這口鐘敲得越響，那場血流成河的戰爭啊，就越像是一場神聖的祭祀。這哪裡是慈悲啊？這分明是聖者在掌握了人間政權後啊，又要去掌握陰間的解釋權。他用宏大的佛號強行掩蓋了那些戰敗者、溺死者的哀嚎。這口紅鐘啊，就是鎖住那個血色時代最後一枚因果的釘子。肉眼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但镜头里应该是够呛，因为现在正是逆光的时候。圆觉寺算是看完了，因为大部分的东西啊，建筑啊，它还是修行用的，是不对游客開放的，所以能看的東西也不是很多。接下來啊，就要去鎌倉五山之首建長寺。进来了。境內的話，門票是500日元。同樣跟圓覺寺一樣，它並不是所有的建築物對外開放。其實要說能看的東西啊，按說這裡是最多的。它不光建造的年份呀，要比圓覺寺早，它的東西其實也比圓覺寺多。遺憾的是啊，這個建長寺呀，中途啊發生過幾次大火，很多東西都已經燒毀了。所以說現在實際能講的是遠遠不如圓覺寺了。那離開圓覺寺的封印啊，我們大概步行10到15分鐘吧，就要進入鎌倉禪宗的真正核心建長寺了。但在你讚嘆這裡的宏偉之前呀，請看一眼這片山谷的地形啊，它三面環山，只有一條狹窄的出口。那在古代呀，這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堡壘啊，但更是一個絕佳的處刑場。在建寺之前的數百年裡啊，這裡不叫巨福山，而叫地獄谷。這裡曾是鎌倉最黑暗的角落。那當時的武士政權啊，為了威懾叛亂者和重罪犯呀，將這裡啊設為公開行刑地。據說啊，當年這片山谷的溪流啊，常年是紅色的。那些被處決的犯人屍首啊，被隨意丟在荒野，招來漫天的烏鴉。由於怨氣太重啊，當地百姓甚至傳聞，那每到深夜啊，都能聽到地獄谷傳來非人的哀嚎。那就在這種血氣衝天的底色上，公元1253年，職權北條時代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他要在這裡蓋一座全日本規制最高的禪寺。這不僅僅是為了祈福，這是一種極度硬核的空間淨化協議。他請來了來自大宋四川的高僧蘭溪道隆。這位禪師啊，帶給鎌倉的不是溫和的經書，而是一套如同鋼鐵般嚴酷的禪林清規。那為什麼要選四川的僧人呢？為什麼要選地獄谷呢？因為只有最剛猛的一幫法度，才能壓住最狂暴的本土烈氣。那蘭溪道隆帶來的大宋規矩啊，那事無巨細地規定了僧侶該如何走路、如何吃飯，甚至如何呼吸。那北條氏啊，通過這種方式啊，硬生生地在血腥的刑場上歇入了一個絕對秩序的實驗室。他們要向世人展示武家的權力啊，不僅能終結肉體的生命，還能通過這種神聖的法度洗禮啊，把一個充滿罪孽的土場格式化為一個文明的聖域。的主殿現在正在翻新中，不過幸好這次沒打算介紹它，所以跟這期節目不會有太多衝突。那我們先來看它這裡重要的建築物啊，堂門。那大家看這道堂門啊，它和我們剛才看到的圓覺寺那種素雅完全不同啊，它金碧輝煌，甚至有些刺眼。在學術界的眼裡啊，這道門啊不是為了好看，它是武家政權的一張文明入場券啊。在建長寺落成之前啊，鎌倉的武士在京都貴族眼裡啊，不過是一群只會砍人、滿身血腥味的關東土包子。他們空有武力，卻無法在精神上統治這個國家。於是呢，北條氏啊，利用建長寺呀，強制推行了一套高階處事邏輯。他們告訴武士啊，你不僅要會揮刀，你還要學會坐禪，學會品茶，學會用正統的大宋詞彙寫詩。那這道堂門啊，就是一個身份的過濾器。只有穿過這套複雜的禮儀法度，你才不再是荒野裡的屠夫，而是神權護佑下的武士階層。而這種馴化呀，甚至細微到了胃部。
大家在鎌倉的餐廳裡啊，經常能看到一碗叫做建長之的素菜湯啊。相傳它的起源啊，就是蘭溪道隆禪師啊在這裡修行時呢，不忍看到食材被浪費啊，將掉在泥裡的豆腐和破碎的蘿蔔撿起來清洗，熬成了這碗湯。這不僅僅是習物，這是一種極其冷酷的飲食教化呀！他在教導武士們放棄對血腥肉食的貪欲，在極度的匱乏中尋找秩序。這種全系統格式化，讓原本狂暴的武士變成了一個精準的自律的戰爭機器。當一個武士能坐在禪房裡忍受着飢餓，對着一碗清澈見底的菜湯修禪時呢，他的靈魂就已經被這套清規戒律徹底收編了。這種從腸胃到指尖的自律才是幕府統治日本數百年的真實根基啊。接下来要去看這個法堂。那進入法堂之後呢，大家可以看到天井的這條龙它没有表情，它是禪宗清规的具象化呀。在這法堂裡，僧侶的一舉一動每一次呼吸都要符合大宋傳来的標準，這叫無死角規訓。那建長寺不是讓你來放鬆的，它是用來訓練一種名為自律的生物武器。當一個人連吃飯睡覺都被這頭龍監控時呢，它就是最完美的統治工具了。其實建長寺裡還有一個隱藏的東西就是我对树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它如果不標的話，我還真找不到。就是这裡邊藏着很多柏木，這是當年蘭溪道隆親自從大宋帶過來的，是日本沒有的品種，在這已經有至少750年的歷史了。今天遇到好多松鼠是這個季節的原因嗎？看那兒松鼠，又來一隻松鼠，好多呀！這兒還有一隻，太多了。那建長寺也介紹的差不多了。那現在大家在思考那當初這兩座禪宗的寺廟建設的時候，真的是為了逃避現世的淨土嗎？就今天我所講的大家可不要誤會我講的是以當時的文化角度，還有建設的這個目的講的，並不能套到現在這也反映了一件事其實現在現代人也很容易把現在人的視角去套在以前古人的一些思想和视角上，其實這東西是非常錯誤的。你這個東西如果不能去理解的話，你很多東西是怎麼說是會有很嚴重的偏差的和認知錯誤的說到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以前古人的文化和視角來給這期做一個結束那剛才問的問題大家應該也有答案吧很肯定這兩座禪宗的寺廟在建設當初肯定不是為了逃避現世的淨土準確的說他們是鎌倉武士在橫屍遍野的戰場之上為自己修築的人類歷史上最華麗的一座因果法牢那如果說圓覺寺是用佛牙和經文封印了杀戮之後那深入骨髓的恐懼，那麼建長寺就是用清規和湯汁將武士的野蠻基因重新編碼成了文明的秩序。他們共同構成了一道肉眼看不見的信仰防火牆，它成功的讓殺戮者不再感到罪惡，讓被征服者不再感到屈辱，讓野蠻的征伐在這一砖一瓦之間被幻化成了神聖的修行。這是人類文明最极致也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进化手段。真正的統治從來不是靠消滅暴力，因為暴力會催生仇恨，仇恨会瓦解權力。最高明的手段是賦予暴力一種令人落淚的慈悲。當殺人者學會了流淚，當屠場蓋起了禪房，當鮮血被稀釋成了那碗清淡的菜湯，那這套名為法度的枷鎖才算真正焊死在了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那英雄會枯萎，北條家族也早已在不遠處的東勝寺化為塵埃，連幕府的政權也更換了無數輪。唯有這山谷裡的鐘聲700年來從未斷絕。他在提醒每一個踏入這裡的來訪者文明最可怕的力量不是讓你服從，而是讓你在被奴役和被禁錮的瞬間依然跪在那金碧輝煌的堂門前，感嘆它是博大與慈悲。雖然這期內容已經結束了，但是我突然想到剛才既然講到建長之了嘛，而且離鎌倉也不是很遠，
所以我打算現在步行過去，看看還有沒有店鋪可以買到健腸汁然後給大家展示一下。原來出建长寺就可以尝到健肠汁了，但問題是，他今天沒開門。那我現在還是得去鎌倉那邊看一看。終於找到一家店，但它不是健肠汁它是健肠烏冬，應該是用那個湯做烏冬。不是我不吃他說在2樓，我在這轉了一圈沒有看到這家店鋪。終於找到了，結果人家下班了。網上查的話，說是這附近有一家店是有健肠汁的，但我在這轉了2圈沒看到那個店鋪，可能是今天休息吧，所以看不到招牌。現在去吃別的吧，因為不是健肠汁有没有的問題，是我真的餓了。其他店鋪其實也有幾率碰到，因为是配菜嘛。不過配菜就不好找了，因為誰也不可能把配菜放在門口當招牌，是吧？所以大家來鎌倉的話，可以吃的時候注意一點沒準就可能遇到健腸汁。每次來鎌倉這塊吃東西發愁，其實它小丁通看着很熱鬧，但是食物就2大類，一個是海鮮，第2類就是年輕人愛吃那種零食類的東西。已經吃完飯了。幸好有家塞贼里算是救了我了。那好吧，這期內容就到這裡了，謝謝觀看，咱們下期再見，拜拜。